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Only Friends 这部作品的小说跟剧里不同的地方。Only Friends 的剧本呢跟小说其实都是由同一位老师潘林所写的。整个喜剧呢，这 P 轴跟 P 牛他们先有了故事的构思，然后呢再请潘林老师呢帮忙写剧本。那因为拍剧呢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所以根据潘林老师的讲法呢，为了可以把故事顺利的拍出来，所以有些剧情呢是有做过调整的。而在那之后呢，潘林老师又再受到邀请，这次呢就是要把 Only Friends 的构思写成小说。那因为是小说，就比较不需要考虑可行性的问题，而且也有更多的篇幅可以详细交代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所以某程度来说，小说跟剧都算是原作，他们就像是一个互补的关系，而不像是一般的情况，先有了小说作为原著再翻拍成剧。个人觉得小说跟剧是各有各的好，但在剧情的安排上呢，其实他们有蛮多不同地方的。当然了，主轴是没有变的，但小说有更多的细节，让读者呢可以更了解角色的一些想法。那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小说跟剧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第一个不同 ，Top 对 Miu 感情上的转变。个人觉得剧里呢对于 Top 这个玩卡的心理描写其实非常的少，毕竟 Top 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那到底为什么他非 Miu 不可呢？其实呢小说里就有讲到，一开始 Top 呢帮 Miu 他们设计民宿的时候啊， Top 毕竟就是商人的孩子嘛，不做免费的生意。当时呢他是想要拿 Miu 的处子之身作为他的酬劳，而在追求 Miu 的第一个礼拜呢，其实他就是玩卡的心态，把 Miu 呢当成奖品。直到在酒吧告白后呢， Miu 就说自己会答应呢，只是为了保全 Top 的面子。Top 呢才开始真正的观察 Miu 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后呢才慢慢的喜欢上他。顺便讲一下，初期 Boston 在撩 Top 的时候呢， Boston 就是在那个方面技术很好的人嘛，所以其实 Top 的身体是有心动到的。但是就在想要往下发展的时候呢， Miu 的脸呢就会突然出现在 Foster 的脑海中，而 Top 呢也是这样子慢慢的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 Miu。第二个不同， Miu 呢其实有怀疑过 Top 跟 Boston 的关系，毕竟 Miu 跟 Boston 已经当了差不多4年的朋友嘛。Miu 很清楚 Boston 就是一个超级玩卡，所以对于他俩如何认识呢， Miu 其实是有怀疑过的。上次去玩冲浪的时候啊， Miu 会去浴室找 Top， 其实就是因为他有意识到 Top 跟 Boston 同时消失了很久，所以呢他才去找人的。还有就是上面有 B 字母的飞机模型啊，一开始他是有怀疑过飞机的其实是 Boston 送的，只是后来他还知道了 Beam 跟 Boeing 的存在，所以呢才没有继续怀疑 Boston。看到这边我就觉得有时候人呢还是得相信自己的直觉的。第三个不同， Boston 说谎骗了 Top。 剧里呢个人看的时候觉得 Top 实在是太轻易就跟 Boston 做了，但如果看完小说就可以比较理解 Top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首先剧里呢 Boston 比较是误导 Top， 让他呢往坏的方向想，而小说里的 Boston 其实是直接骗 Top 说 Ray Miu 是互相喜欢，但 Ray 呢又一直不叫 Miu 当自己的男朋友，所以为了让 Ray 吃醋，他才利用 Top。 而且小说里啊 Top 看到的照片呢 Ray 甚至是没有穿上衣的，同一时间呢 Miu 还自己拿着自己的眼镜，但 Top 没有在亲吻的时候啊 Miu 是从来没有自己主动把眼镜拿下来过，所以看到这一点就让 Top 觉得很生气。而且在 Top 跟 Boston 发生关系之前呢，其实 Top Miu 刚吵完一架，其中就有吵到 Ray 的事情，所以 Top 对 Boston 说的话就更是深信不疑，到最后就发生了让大家都很冲击的画面。第四个不同， Nick 呢其实没有那么恋爱脑。小说的 Nick 呢很清楚 Boston 就是垃圾，一开始他也没有想要晕船，只是随着时间呢，他跟 Boston 会开始讲心事，就算没有见面也会讲电话，而且一讲就是以小时起跳。 Boston 也很会甜言蜜语，说 Nick 呢是他最喜欢的人，而 Nick 呢又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很缺爱的人，所以他才会一点一点的喜欢上 Boston。 其实在 Dan 出现后呢， Nick 已经打算要忘记 Boston 了，所以小说里的 Nick 是没有跟着 Boston 去厕所的，而是他本来就在舞池跟 Dan 亲热，亲到一个阶段他就拉着 Dan 进厕所想要更进一步，结果却撞破了 Boston 的好事，当时的两人还因此吵了起来。Nick 呢不像剧演的那样子只是伤心的说再见，小说里的这一幕呢，他是愤怒、讽刺、悲伤多种情绪掺杂在一起的。虽然个人觉得剧已经把这一段拍得很好，但小说更是精彩的不得了。所以就算后面两人尝试在一起啊， Nick 其实也没有说过要跟 Boston 去美国，而在最后分手的时候呢， Nick 也对 Boston 说了，虽然我爱你，但也没有爱你爱到可以包容你的一切。第五个不同， Boston 比较人性化。小说里的 Boston 呢虽然跟剧里面一样的垃圾，但因为小说有更多的篇幅描写他的内心想法，所以读者会比较能接受 Boston 的渣。
基本上 Boston 本身这个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但遇到 Nick 之后呢，其实他是有慢慢变好的，只是真的很慢，慢到 Nick 没办法再等他。像在酒吧跟 Boyne 亲吻的那一段，少说你呢亲到一半的时候 Boston 呢其实是有主动停下来的，还告诉 Boyne 说他有男朋友了，所以不想要继续下去。你可以相信一个曾经睡过自己朋友男友的人居然有一天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吗？只是最后 Boston Boyne 的亲吻还是被 Nick 撞破了。Boston 的内心其实有非常多的挣扎，他会否认自己喜欢 Nick， 但同时又会对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厌恶。最后 Boston 其实是有对 Nick 承认说他爱他，只是虽然爱，但也没有爱他爱到可以改变自己。虽然还是很渣啦，但少说你 Boston 的性格呢还是比较可以让人包容他，而且态度的转变也不像剧里演的那么的突然。少说他是以奈米等级的一点一点变好，可惜剧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可以把它演出来。第6个不同 ，Sam 呢是自己发现 Ray 呢喜欢 Mill 的，去年是 Boston 告诉 Sam 的，但在少说年是当 Sam Ray 提前开心的过完生日之后呢，两人躺在床上 ，Sam 呢就看到 Ray 呢在滑 Mill 的线动，然后 Sam 也发现了 Ray 车钥匙上了一直挂着的挂件其实是 Mill 送给他的，最后他也发现了之前做到一半被抛下的时候呢 ，Ray 其实去找的人就是 Mill。种种集上合在一起呢 ，Sam 就意识到自己只是 Ray 的备胎，而因为小说里的 Sam 是自己发现的，所以当时的 Ray 还不知道。然后跟开心过完一天的 Ray 相比呢，默默在心里受伤的 Sam 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7个不同 ，Sam 呢亲眼看着 Ray Mill 亲吻。之前看剧的时候啊，16就在可惜 Ray Mill 的亲吻居然没有 double kill， 结果原来小说里是有的。而且那也不是 Sam 的第一次目睹 Ray Mill 亲吻，在去年的 Sam 伤心的看着 Ray Mill 在舞池跳舞的那一幕呢，在小说里其实是 Ray Mill 在亲吻，之后再加上在万圣节派对上又看到第2次 ，Sam 呢就决定要放弃 Ray， 但 Ray 呢又中途出来捣乱，让他觉得很傻眼。第8个不同 ，Ray 呢在 Sam 跟 Mill 之间选了 Sam。Sam 对 Ray 呢把自己当备胎这件事就感到很生气嘛。在少说里的两人其实有过好几次的争吵，而最后 Sam 呢是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让 Ray 呢要不就选他，要不就选 Mill。在少说里的 Ray 其实在后期就有意识到说，他也许不是真的喜欢 Mill， 他也许只是喜欢他自己脑海中想象的 Mill 而已，但他也不想从渴求了多年的梦境中醒过来。然而最后呢，他还是下定决心面对现实，所以他就追Sam追到露营区那边去。而且其实在他正要出发找Sam的时候啊，Mill是有发讯息给他，邀请他去走吧。但最后 Ray 呢还是选择了去找Sam。个人觉得这个设定比剧来的好，剧里的 Ray 呢实在是太被动了，连分手了也是Mill提出来的，但少说呢 Ray 是自主动去找Mill提分手，只是先被Mill讲了出来而已。第9个不同，3人吻呢其实是发生在睡房。少说你呢 Boyne Sam Ray 的故事更刺激。Boyne Sam 呢在分手后，其实 Boyne 呢还留着 Sam 家的钥匙，所以 Boyne 呢是直接进了 Sam 的家里等人。结果门一打开，就是 Sam Ray 呢一起出现。Ray 就有点不懂要怎样反应，而且他也从 Boyne 口中得知呢，原来 Sam 手上一直没有取消的机票是跟 Boyne 一起订的。虽然 Sam 的态度有比较明确的说自己跟 Boyne 呢已经没有关系， Ray 还是很不安，所以就邀请了他们2个到他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Sam Ray 是睡在床上，而 Boyne 呢是睡在沙发上，但 Boyne 呢却悄悄地走过去强吻了 Sam。Sam 呢虽然想要挣扎，但又怕那样子会吵醒旁边的 Ray， 结果亲吻一结束，扭头一看， Sam 呢就看到 Ray 呢安静的看着他们，眼泪呢默默的滴了下来。之后 Ray 呢暴走，不愿意听解释，然后就发生了3人吻的事件，最后当然就是跟剧一样不欢而散。第10个不同 ，Sam Ray 互相帮对方解开原生家庭的枷锁。Sam Ray 呢原生家庭都有一定程度的缺憾嘛，但剧的篇幅呢始终有限。在少说呢 Ray 其实是有去拜祭母亲的，而 Sam 呢也陪着他去。当时 Ray 呢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所以他终于有勇气去见他母亲一面。在坟墓前，他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不会再求他爱他了。就算没有母亲的爱，他之后的人生呢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也总算是打开了他母亲的死对他造成的心结。之后 Ray 也陪着 Sam 去见他生父，虽然在少说里呢他们也是没有相认，但 Sam 呢最后却有上台跟他父亲一起演奏了一曲，也算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呢跟父亲好好的交流了一番。
第11个不同，没有人帮 Top 克服对火的恐惧。剧的最后一集发生火灾的时候啊，是 Top 带着 Mew 逃跑的，但在小说里啊 Top 其实是整个人恐慌症发作，连走去逃生楼梯也做不了，所以最后是 Mew 直接公主抱 Top 逃走，之后 Mew 在慢慢的安抚恐慌症发作的 Top。可惜呢，现实情况就是不可能公主抱得了 Force 嘛，所以就是改了也很正常，不然呢个人也是蛮想看 Book 公主抱 Force 的。第12个不同 Saray 一起去吃了情侣纹身，最后跨完年呢 Saray 开心的边听音乐边在街上游走嘛。之后呢，其实他们还一起去了刺青店，吃的图案呢是沙滩上有个太阳在发光，很适合他们设定的图案。之后他们一起经营的美酒生意呢，也让他们赚够钱去实现参加各种音乐季的梦想。以上12个点就是16个人特别想要提的小说跟剧里不同的地方。当然就像16一开始讲的，小说跟剧呢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地方，16只是抽了一些个人比较喜欢的内容出来讲。想了解更多的话，很推荐大家去看小说，只是很可惜的现在官方只有出泰文的实体书。不过如果你只是想要看 NC 的话，那就可以完全不用看，因为小说的 NC 呢比剧拍的还要少。16也是第一次看到小说的 NC 居然可以比剧少的情况。OnlyFans 毫无疑问是2023最值得看的泰服之一，个人觉得每个人多少都可以从角色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可能是对爱情有很高要求的自己，可能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自己，也可能是不懂爱要怕受伤的自己，等等等等。观众们都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往，在反思对于爱情对于人生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个人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 OnlyFans。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三观非常正或是不能接受鬼传的人，那这一部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最后16还是要讲谢谢 OnlyFans， 赞叹 OnlyFans， 你们真的不来台湾办 fan meeting 吗？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OnlyFans 这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在这边预祝各位2024新年快乐，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